咱们今天来聊聊半导体行业最近的大瓜。号称中国芯片教父的张汝京，他在上海临港搞的那个芯片厂，可算是彻底凉凉了。这个曾经被吹上天的英瑞光电，负债20多个亿，现在正在满世界找接盘侠呢。最近啊，中国芯片圈可真是热闹，一边是芯片教父开的厂破产了，一边是华为又被爆用了违禁芯片。说起来真是让人唏嘘，这芯片梦越做越远啊。先说说这个芯片教父张汝京，这位可是中芯国际的创始人，在圈内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。2010年的时候，他又搞了个英瑞光电，要在 LED 芯片领域大展拳脚。当时那个排场，那个阵势，把上海临港的官老爷们都给迷住了，给他划了一大块地，还帮他建了无尘车间。说到这个厂房啊，那可真是豪华，2路供电系统，专业的2次配电，连车间的洁净度都是按照芯片生产的最高标准来的。光是这块地皮和厂房，现在评估下来都值2.5个亿呢。可惜啊，这么好的厂房现在却要贱卖了。让我们来看看这家公司的光辉历史。2014年，他们宣称实现了什么倒装结构 LED 芯片量产。2016年还吹嘘自己是国内 LED 行业第一家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员实践基地。可结果呢？2019年就传出财务危机，到2023年7月31号，终于扛不住了，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。来，咱们算算这笔账。截止到现在，已经有62个债主找上门来讨债，总共申报了73笔债权，加起来超过22个亿。而浦东法院已经确认了20多个亿的债权。再看看他们现在还剩啥？9辆二手车，价值56万，16项专利，账面价值才1万多块钱，还有应收账款10个亿，但这钱能收回来多少，鬼才知道。最搞笑的是，现在法院发布公告找接盘侠，要求可不低啊，实缴注册资本得有1个亿以上，还得是知名芯片企业。我就想问问，现在这么多芯片企业都在苦苦挣扎，谁还敢来接这个烂摊子？但这事还没完，咱们再看看另一边，更有意思了。华为这回又惹出大事了，他们的升腾 910B 处理器被人拆开一看，好家伙，里面竟然用的是台积电的7纳米芯片，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。台积电一看坏了，赶紧停了一家中国公司的供货。这家倒霉的公司叫算能科技，看来是被当成了华为的白手套。说到算能科技，这家公司的背景可有意思了，人家可是比特大陆的子公司，而比特大陆在台湾可没少惹事。2021年就被台湾检方查过，说是非法挖人家的半导体工程师。最后4个台湾人认罪赔钱了事，这事就这么糊弄过去了。这个算能现在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赶紧发声明说自己清清白白，从来没跟华为有过什么瓜葛。但你说这话谁信啊？人家 Tech Insights 都拆出来了，你家的芯片跟华为的升腾 910B 里用的是一模一样的，这巧合也太巧了吧。再说了，你说你没跟华为有关系，那这些芯片是怎么跑到华为的处理器里去的？难不成是会遁地术啊？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一句老话，此地无银300两，隔壁王2不曾偷。其实这是要追究起来，台积电也挺冤的。人家从2020年9月中旬开始就严格执行美国的禁令，不敢给华为供货。现在好了，一不留神就被人当枪使了。这下可好，赶紧跟美国商务部报告，生怕自己受牵连。说到这里，咱们再看看整个中国芯片产业的现状。一边是像英瑞光电这样的企业破产倒闭，另一边却在搞这种曲线救国的把戏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你看看这几年的情况，华为被制裁前，一年能卖2400多亿的手机，现在呢？
手机业务砍掉一大半。再看看咱们其他芯片企业，动不动就说要投资几百亿上千亿，结果呢，不是烂尾就是造假。就说前几天，中金公司因为给斯尔新 IPO 造假被罚了800万。人家斯尔新2020年一年就敢虚增1500多万的收入，虚增利润更是占当年总利润的118%。你说这些企业到底是真想造芯片，还是就想圈钱？最讽刺的是什么呢？很多人还在做着弯道超车的美梦，天天喊着什么国产替代、自主创新，结果呢，连最基本的芯片生产线都搞不定。前段时间不是还说要在成都建一个240亿的大项目吗？我敢打赌，这种项目十有八九又是一场空。说到底，中国芯片产业现在就像是在演一出闹剧，上有芯片教父张汝京的公司破产，下有斯尔新这种财务造假的公司，中间还夹着算能科技这种疑似帮华为走后门的，这不是闹剧是什么？更可悲的是，很多人还在装着没看见。现在市场上还在传某家芯片公司拿到了4000亿的大单，说是要造什么新型芯片。我看啊，这种消息还是要打个问号，别到时候又是一场空欢喜。这些年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案例了，有的企业靠 PPT 圈钱，有的靠概念忽悠，有的干脆就是造假。但最后呢，不是破产就是被查。这些教训告诉我们，想要真正发展芯片产业，光靠钻空子、走歪门邪道是不行的。所以说，与其整天想着怎么走捷径，不如脚踏实地搞研发。否则，就算你今天找到了白手套，明天找到了新路子，最后不还是得栽个大跟头？你说是不是？这事啊，真是越想越觉得讽刺。咱们整天喊着要实现科技自立，结果连个像样的芯片企业都保不住，芯片教父开的厂都破产了，其他那些小企业的日子能好过到哪去？而这只是冰山一角，整个行业的情况只会更糟。要想明白为什么会这样，咱们得来算算这些年砸进去的钱。据统计，光是2020年到2023年这4年，全国各地政府投资的集成电路项目就超过了上万亿。可结果呢？没几个能真正跑起来的。这些项目不是半途而废，就是烂尾停工，白白浪费了纳税人的血汗钱。具体例子比比皆是。就拿最近的新闻来说，广东某个芯片项目投了500多亿，现在就跟人间蒸发了似的，连个影都看不见。河南那边更绝，说是要投资1280亿搞什么大项目，结果现在工地上长草了。这些钱要是用来发展民生，不知道能办多少实事。可惜啊，都成了某些人画大饼圈钱的工具。其实啊，芯片产业哪有那么多弯道超车的机会？你看看台积电，人家可是从1987年就开始做了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花了35年才有今天的地位。而中国呢，总想着3-5年就能赶上人家几十年的积累，这不是异想天开吗？所以说，与其整天喊什么卡脖子、自主创新，不如静下心来，好好研究怎么把基础做扎实。你看看现在，连个像样的光刻胶都造不出来， EUV 光刻机更是想都别想，结果天天在那喊着要造3纳米、2纳米，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现在的问题是，中国的芯片产业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，没有技术就想着买技术，买不到技术就想着偷技术，偷技术被发现了就想着找白手套，这样下去不是死路一条吗？看看华为现在的处境就知道了，被美国制裁后，不得不用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来获取芯片。可问题是，这种方式能持续多久？一旦被发现，下场只会更惨。你看看这次算能科技的例子就知道了，这下好了，连台积电的供应都断了。
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认清现实，在芯片这个领域，没有什么所谓的弯道超车，芯片产业不是靠画大饼、喊口号就能发展起来的，而是需要脚踏实地、久久为功。否则，就算再投入几个万亿，最后也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